这是英国 Elliott 公司历届获奖的花样草坪。每一届的冠军会由上一届的获奖者作为裁判选出，并获得拥有6档调速的手推式电动滚筒除草机，以及用于不同场合的6种接头，继续园艺事业。2002年，地产调查日志发布了一篇24页的报告，在对魁北克市社区760间独立屋进行统计后，总结出良好的园艺会让你的房价比邻居高出 3.6% 到 12.4%。而草坪作为占地面积最高的园艺要素，或许是让你与众不同的第一步。想要一个生机盎然的草坪，首先需要知道你适合种什么样的草。以北美为例，我们可以从维度上分为温季草与寒季草。其中温季草相对耐旱，每逢夏天生长迅速，并会在25到35摄氏度之间达到峰值。反之，寒季草会在春秋发力，待到每天10到25摄氏度时，生命力最为旺盛。寒季草会以最常见的肯塔基兰草为例，从草籽长成草坪只需要2到4周，但如果放任不管，最终可以长至60公分，不仅影响美观，还可能因为邻居举报而收获意外罚单。At least 7 weeks before they even gave me notice that they were fining me $500 a day. 好在普通草坪维护并不复杂，作业上主要分为疏草、打孔、种草和修草。首先是疏草，每当春季时，之前凋零的茎根、草冠、叶鞘不会像叶片那样容易降解掉，从而形成枯草层。当枯草层在 1.2 公分以上时，新生的根系难以直接深入土壤健康成长，密度高的枯草层还会让草坪成片死亡。疏草时，可以根据枯草层的厚度和面积来选择草耙、打根机或是垂直割草机，成片的将草坪划破，翻出枯草。但这样的做法会对本身健康的草坪造成损伤，之后还有大约30天的修复期，所以有时会通过给土壤打孔的方法来代替。打孔时，打孔机会在每间隔5公分的位置，像拔葡萄酒瓶塞一般，垂直挖出柱体土泥，从而一次穿透枯草层，打通土壤。打孔的目的除了松土，更是让空气、水和养分直接接触草坪根部壤，相当于给根系来了一次输液。在春秋季作业时，打孔可以配合补草同步操作。补草前需要将堆肥以大约半公分的厚度平铺开来，再把草籽补充在相对稀疏的草坪间，辅以施肥、灌溉。但在选择适合的肥料前，你可能需要这样一份土壤检测报告，告诉你土壤湿度、密度、酸碱度以及元素组成。其中最主要的是氮、磷酸盐和钾盐，都可以在你的化肥外包装找到。直接将标签上的数字看作百分比，再乘以总重量，就可以得到各自的成分比重。施肥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草坪的快速形成，但一旦形成，你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割草活动中。在过去，上镰是割草工具的首选。使用时，将镰刀片与草地尽可能贴近，用惯用手抓住前把手发力，另一只手在后侧控制刀锋朝向，并配合步伐，在横扫时轻轻提拉。只要稍作练习，速度可以超过电动手持割草机，但十分消耗体力。所以自从1830年第一台手推式割草机问世后，上镰除了会客串到剑术兵谱，更多是在万圣节的 cosplay 里。今天可以替代上镰的现代割草设备种类繁多，而家用品类中主要分为滚筒型与旋叶型。滚筒型的刀片设计为螺旋卷筒状，滚动时刀片会借助与底部隔挡形成的夹角相互作用，将草叶切断，切口平整。旋叶型则会相对暴力得多，使用直接提高底部刀片转速的方式将草叶打碎，导致切口杂乱。在比萨大学2018年的一篇研究中，将草叶切割质量使用切割周长比圆周长的方式，得到一个可量化的草叶受损指数，指数越高，受损越严重。测算后发现，草叶切割质量除了受氮含量影响，更会与旋叶型割草机的每分钟转动次数 RPM 成正比，而只有在 RPM 接近5000时，才有可能剪出较为平整的草叶。但相比于草叶的形状，草坪的整体美观显然更重要。添置适当的条花纹是让你的草坪看起来高大上的关键。草坪条纹的原理是将草坪向不同方向施压，从而形成光反射，
在视觉上呈现深浅不一的纹路。所以只要在割草时在设备上安装能够横压草坪的工具，剩下就是规划路线和练习。比如这款相对常见的钻石纹，就可以用从对角线向两侧拓展的方法来完成，而相对复杂的回旋标纹则需要对距离有更好的把控。当然，如果你的草坪够大，也可以像这位小哥一样，选择在 GTR 上任性漂移，创作只属于自己的纹路。